总是鸡飞狗跳又慌慌张张，我的生活似乎缺少点希望，糊里糊涂发生什么没有准备，哎，才刚刚早晨，拥抱新的阳光，哦，忙忙碌碌，勤勤恳恳，给我一点勇敢与天真，为了实现我的梦想，明天一早醒来又是好精神，哦，反反复复，绕绕纷纷，可生活就是交替幸福与艰辛，我唱调高手是那酒问，享受酸甜苦辣每一分。可生活就是交替幸福与艰辛，哦，唱调高手是那酒问，享受酸甜苦辣每一分。你要是撑不住了，就是撑不住了，别硬撑。年轻人，我告诉你，就算再差一天一夜，对我来说那也是大师傅熬稀粥，不在话下。哼！呀，你是不是不服？我服，我服。这位郎君，别动！哎，你这……哎呀，这是碰瓷吗？他应该是宿醉加扎马步太久，猛然运气，脑充血撅过去了。哦，那这位郎君也是这样啊？这位郎君不是，这位郎君是死了。刘浪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这到底是哪么回事？你是哪么把他搞死的？你杀人了还是他自己死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。那这人是这位郎君杀的？我不知道。那这人是谁呀？我说了我不知道。你怎么一问三不知啊？这可是命案啊！虽然我们和他没有关系，但这事儿发生在李宅，我们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。这人到底是谁呀？不会是变态杀人狂吧？都不许动，不准破坏案发现场。光天化日行凶杀人，我合理怀疑凶手就在你们中间。哎，我现在不在中间了，而且阴天，尸体不离寸地，你们更不许动，不许破坏犯罪现场。我觉得这里最可疑的人就是你呀！我怀疑你有可能就是那个凶手。哎，你现在要是不说个清楚啊，我们就要报官！嘿嘿嘿，巧了，我就是官啊！给你看，看啊，吾乃长乐城北袁西坊不良人狄仁。按理说我们无冤无仇，应该是无冤无仇，怎么成敌人了？我姓狄名仁，我就是狄宰府。哦，那你到底叫狄仁还是狄宰府？我是狄仁，我舅舅是当朝宰府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我看你就是收了庄稼到田间，故意找茬。嘿嘿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清醒着呢。哈哈。原来你是不良人呐！不好意思哈，他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。我们也想了解一下，这个人哪么会死在我们的宅子里？你又是哪么进来的嘞？此事就要从昨夜说起了。昨天晚上我不当值，我带着几位兄弟去喝酒开心一下，回家路过这个宅院，突然我看见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就上了房顶，我也跟着上去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这儿不插闪回吗？
哦，那，别干了。那我继续说啊。然后我就被一记闷棍打晕在地。当我醒来，我就看见院子里多了这具尸体。然后院门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所以啊，凶手就在你们之中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报官。报什么官？我说什么呢？我说了半天了，我就是官。现在你们都有嫌疑，我要审问你们。啊！不比了。根据刚刚收集的个人信息，本案的第一个疑点出现了。你阿爷叫李天地，而你却姓谢。我阿娘姓谢，5岁，我阿娘姓。哎呀，这个疑点破了，我担保我们都是轻薄的。你们是不是轻薄的？你说了是不算的。狄某出生于4城世家，排行第5，家中兄长皆在衙门当差。你说话的这个方式，估计你兄弟我们也熟。我们狄氏一族啊，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案件还原推理大法，凭着这个破案宝典，我们狄氏一族破案无数。所以，现在你们要再回答我几个问题，一定要如实回答。说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终于长大成人，在他长大成人这一天，有人送了他一匹宝马。可这个小男孩却并不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教育过马，失败了，对马有阴影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啊？因为他根本就不会骑马。不会骑马可以学呀。他是不是觉得这个马不够壮硕俊朗？哎，学生认为有道理，他送的是一匹小矮马。因为他属牛，跟马不合，他不喜欢马。他没有腿。哇哦！下一个问题，你要杀人，现在有3钱的刀和300钱的刀供你选择，而你最终选择了3钱的刀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的命不配用300钱的刀来叨叨他。因为他买不起300钱的刀。他就是舍不得花钱吧？学生认为300钱的刀更容易被追查到，风险太大，所以选便宜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懂刀，反正都是刀，随便选的？越便宜的刀就越钝，用钝的刀杀人，对方会死得更痛苦。你们如果真的想看我，可以直接看我，也不用这么近。破案了，凶手就是流浪。虽然他每次的答案跟我们不太一样吧，这不代表他杀人了呀。我这可不是普通的问题啊，我这是衙门里专门用来测试变态杀人魔的问题，而流浪的答案每一个都和变态杀人魔一模一样，所以流浪必定是凶手。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，古川，我该如何反驳？不用反驳，他昨天晚上整晚都在跟我下棋，我可以为他提供不在场的证明。昨晚你们当真在一起下棋？是，我们酣斗了良久，最终我完胜。啊，对，他将了我的军，我帅死了。不要脸！如此说来，这案子就成了悬案。流浪，你用针射他了？这是正经的不良人吗？看着怎么像不靠谱的人？他就是喝多了，宿醉在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喝醉，我千杯不醉。学生也经常看一些推理之怪的小说。学生认为，我们要不要先查看一下尸体，排查一下死因？你在教我做事吗？走。尸体我早就查看过了，你们看，死者癞蛤蟆遭牛踩一遭，周身都是伤啊。
身上有刀伤10余处，颈部有绳子的勒痕，头部还有撞击伤。要是这么一看的话，昨天晚上应该不止一个人对他动的手啊！哎，这也太惨了。不过这些刀伤这么小，出血量都可以忽略不计，怕是再晚一点发现，伤口都要愈合了。很显然并不是致命伤，要不要叫仵作前来验一验致命伤？你一个书生，怎么会对尸体有这般研究啊？学生书读得杂，偶有涉猎一些医书，所以妄言了几句。知道是妄言，那你就不要言，就显得你能耐是吧？啊，你以为你说的那些本官就不知道吗？本官告诉你们，要想锁定凶手，首先就得找到凶器。所以接下来你们所有人啊，回到前厅，谁都不许动，我要逐个搜查你们的房间，直到找出凶器。啊？这凭么子嘞？不凭么子，凭牌子。这边请。怎么还不回来？流浪，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接了赏金猎人的单了？你杀了人，正要抛尸，被不良人发现了，无奈只能将人弃在李宅。我杀人怎么可能把人随意弃在李宅？而且，就算是我杀的，我能被那种不良人发现？这点我认同。学生认为，以流浪的武功，确实是不会被那种不良人抓住，但也有可能是接了赏金猎人的任务之后杀错了人，然后随意抛尸。对，只是在抛尸的时候遇到了喝多了的不良人，然后流浪只好把不良人也击晕。我是想杀人，但我没有杀过人，怎么被你们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好像人是我杀的呢？大家都别想了，昨天晚上流浪跟我在一起下棋呢，我们不能自己人怀疑自己人。哎呀，去了好久啊！我昨晚明明没去找过你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因为我相信你，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，怎么帮你洗脱嫌疑啊？好兄弟，怎么样，全家？不良人说，让我们去你屋。本官现在合理怀疑，就是你用这根木棍击杀了死者。不合理，凶手肯定不是我。我昨天晚上都和流浪在一起。那你怎么解释你屋里为什么会有一根带血的木棍呢？啊，还有啊，我昨天晚上到李府的时候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听到了打更的声音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2更天。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？要说我在干什么，那就得看看我在干什么。我在……古川，让我们来一场精彩刺激的象棋对决吧！等一下，流浪还会这个样子讲话的？别打断我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就让我们来一场友谊之举吧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走炮2平5，他马8进7，我马2进3，他卒3进1，我车1平2，他车9平8。等等，不对呀！有什么不对的呀？你车1平2这步棋根本不对。犯中举是吧？多谢夸奖。我夸你了吗？我现在怀疑你一直都在耍我，只是我没有证据。你说的是重点吗？说重点。重点就是我赢了，流浪3更天就离开了。那你怎么解释你屋里有一根木棍，上面有血呀？这个棍子是我用来抵门的。至于棍子上为什么有血，是因为我们之前约定好了，赢者就要挨这个棍子2下。你看，我头上这伤，就是流浪手劲儿太大给我造成的。
你们这是屋子里面长草，荒到家了。我真的没有说谎。昨天晚上你们二人下棋下了一夜，你头部受到了如此重击，你居然还能把这下棋的细节记得这般清楚？破案宝典上面追凶手册第8条说，越是撒谎者越会把细节记得清楚，因为那些细节根本是你编造的。说，真相究竟是什么？好吧，我承认我是说了谎。昨天晚上我输了。嘿，这就对了嘛！这男人你就是得输得起。你还是没有给我解释清楚这个带血的棍子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棍子，那个尸体要不是只有一处伤，一根带血的棍子，并不能证明古川就是杀人凶手，因为流浪还可以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。有理，那咱们就去下一间屋子再看看，不能让真凶有机可乘。谢娘子领路。头上是伤。正经人，谁会在屋里放这么多刀子？没有哪条律律说屋内不能藏刀吧？这也不能证明刀伤和娘子有关吧？还嘴硬。好，那本官拿去与尸体上的伤口对比一番便知。我只是看刀好看，交钱买的刀，其实根本没学过刀法，人真不是我杀的。我们相信你，流浪，你去看看。好。刀口和伤口对上了。我也有不在场证明。2更天的时候，我先是听到了打更的声音，然后又听到了肚子咕咕叫的声音，我就想着去厨房拿些糕点，在厨房遇到了玉环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吃糕点了。我可以为娘子作证，她说的句句属实。她既然是你家娘子，你自然有包庇之嫌。我可以为贾一环作证，他说的句句属实。我可以为范仲举作证，他说的句句属实。干啥呀？玩呢？搁这儿跟我玩闭环呢？啊！好好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闭环，你说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学生写的有这么差吗？你放心，我都帮你想好怎么改了。范部上应该一上来就说自己是为了复仇回来的，人物延续之前的设定不要变动，一上来就是大场面。最后的反转是范部上终于大仇得报，却发现自己杀的是亲生父亲，而这一切都是紫嫣的父亲一手策划的。范部上和贾子嫣的感情遇到了危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。饿。我正好也有些饿了，那我去厨房拿些糕点，等我回来继续改，然后再写。等我回来哟。哎，公主，你怎么在这呀？最近半夜总是爱饿，可能要长个儿。这新出的糕点特别好吃，你快尝尝。好吃，好吃是吧？好吃，你多吃点。好香哦。我和娘子从厨房分开以后，我觉得有些困了，就在屋外跟仲举说，我先回去睡了。那我可以看看《山河经》吗？那不行，《山河经》现在还是手稿，还没有出版呢。那我重新说，把《山河经》拿来给我看看。没搂住。
你写的呀，跟假娘子说的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，只能说是毫不相干。还真是毫不相干呢。范仲举，既然你看不起我的想法，就不要拉着我讨论，还假装肚子饿把我支开，就是为了偷偷写书吧？我那会儿就是饿了，你走了以后，我想着先写了，等你回来再讨论。你回来说你困了，我便没再留你，你还不是一样和认输偷吃，一口都没给我留，还跟我说没找到糕点。你就是一看到好吃的就把我给忘了。你凶我？我那你偷偷支开我写书就有理了？这些是重点吗？重点是，你偷吃，这绿豆糕可是我特意托人从钱塘带回来，拿去要送礼的。上一次拿回来的糕点转头就不见了，上次也是你吧？你还说厨房闹耗子，我看你就是那大耗子。我长个呢，我吃两口怎么了？我饿。就你这个儿还长？长哪儿去啊？再长那李宅大门口，你还能进来吗？你格局怎么那么小呢？啊，吃完了再买不就行了吗？那是我找人从钱塘带回来的。总之，你骗人就是不对。你骗人对，你骗人对，你明明没跟流浪一起下棋。你胡说！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上官古川没有和流浪在一起下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我在走廊上，看见流浪上了屋顶，手里还拿着麻绳。你是什么时候看见的？2更天之后。本案的盲点出现了。上官古川，你说流浪在你房间下棋下到3更，而任娘子却说2更天看见过流浪。你们到底谁在说谎？肯定不是我。我跟流浪可以互相作证的，人叔他只是一面之词，胡说八道。那好，谢娘子，请带我到流浪房间看看。好。死者颈部的勒痕是由麻绳所致，而这麻绳从流浪的屋内搜出，跟任娘子所说所见也都对得上。我要杀人便会杀人，不会勒人。可是你解释不清楚啊，对不对？任娘子事先不可能知道你的屋子里有麻绳，她既然说了，一定是她亲眼真的看到了。而且我追着尸体上过房顶，我一直觉得房顶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你上过屋顶，你又拿着凶器，现在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要说？我没话说，因为古川确实撒谎了。我说是为了帮你。流浪，你上过屋顶，你拿过凶器，所以凶手果然还是你。不是我自己上的屋顶，上屋顶的不是正常的我。知道，兄弟，知道你不正常，你是心理变态嘛，对不对？你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变态杀人魔啊？一到晚上他就控制不住自己出来作案呢？你可以侮辱我的人，但不能侮辱我的内心。我要自爆，大家小心，凶手要和大家同归于尽。我要自我爆料，不是自我爆炸。我最近发现，我得了梦游症。每日都会在不同的地方醒来，醒来都在不同的地方。我担心你们知道我梦游之后会害怕，就买了麻绳。可昨晚不知怎么，我就挣脱了麻绳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睡在了屋顶。学生听说过有人梦游中杀人作案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是在梦游的过程中把人给杀了？太吓人了！还好我们屋跟他住得远，不然昨晚死的就是我们了。你看，我就知道我说出来你们会害怕的。我就是知道大家知道你梦游后会害怕，所以我才帮你撒谎的。不，你是在帮你自己。
不是，我这得了颤振麻痹。你骂谁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我这是早衰得了颤振。上官啊，上官，你屋子里那根带血的木棍，你现在还没解释清楚呢。如果凶手真的不是流浪，那便还是你。不是，不对。昨天晚上2更以后，我去茅房路过流浪屋子，从窗缝里看到流浪的床上躺了一个人，凶手可能是混进了李宅，最后一个到了流浪屋里的人。那个，其实我半夜也看到有人鬼鬼祟祟进了流浪的屋子，他是不是要嫁祸流浪啊？这么重要的情况，你们居然现在才说？要是这么样的话，凶手一定还留下有别的线索。果然一眼便被我看到了。你们看这个枕头上边有血迹，很可能就是凶手行凶之后留下的。看起来很高级的线，像这样的线，一看就不是流浪身上掉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平时也穿不起这样的衣服。像这种线，一般都是长乐城内富家子弟所穿的成衣上掉下来的。可是我好像不认识这种富家子弟，什么样的人会穿这样的衣服呢？我生活里认识谁呀？你们都看我干什么呀？我穿的也不像有钱人。你额头上的伤口，这根线跟你衣服的质地全都对上了，你还敢说不是你？我没有杀人，我只是走错了屋子。好端端的怎么会走错屋子？他一定是杀了人之后，对吧？一定是你杀人之后，你很惶恐，你很紧张，你很忐忑，所以才会走错了屋子。我就是起夜的时候走错了流浪的屋子，但是你们得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我屋和你屋确实离得很近，可是怎么会走错呢？要走错早就走错了。还有，起夜来我屋干什么？哎呀，总之没说句废话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最近得了夜盲症。我就是昨天晚上起夜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打翻了油灯，脑袋磕在了底门的门棍子上。那个棍子上的血其实是我自己的血。我摸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不小心进了流浪的屋子。古川现在的情况就属于卖虾米不拿秤，抓虾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怀疑你背剧本的时候看串行了，你说的是我的台词。你也可以说我的词儿啊。啊，老师不好意思啊，我后面没词了。上官无川，你夜盲症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你这是在耽误我破案。他是怕我们嘲笑他摔跤了还走错屋子。如果凶手不是上官古川，而且现在在场的各位嫌疑都已经排除了，那么我是房主，我肯定是清白的。可现在只有谢娘子的屋子我还没有搜查过啊。其实，我昨天晚上经过全家房间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呼噜声。我房间哪来的陌生男子啊？这就对上了，哈哈哈！谢娘子在外面勾搭有男人，而那个男人早有婚配。那个男人在家中排行老大，名叫大郎，他还有个兄弟名叫二郎。大郎和谢娘子的情愫被二郎知道了，二郎便上门寻仇。谢娘子一不做二不休，雇凶杀人，解决了此事。所以现在在庭院里躺的正是二郎。啊！金屋藏汉，天降大国，冤枉好人。是不是冤枉的？到谢娘子屋里搜查过便知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谢娘子，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一些钱，
打开它。真的就是一些钱。这里是我阿娘留在这里的飞钱。你阿娘留下来的飞钱，为什么会被谢娘子锁在房间里呢？这里面有些都市男女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，但是我敢肯定，与此案无关。嘿嘿，越说我还越好奇了呢。来来，打开它，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嘛。来。谢娘子，这个蒙面头套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头套？你竟然有这种癖好？不要妄图用癖好2个字就糊弄过去。谢娘子，这是不是你雇凶杀人时为了掩人耳目，用来遮住凶手面容的？当然不是。如果你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你也不用解释了。跟我回趟衙门吧。全家，你老给我糊涂了！糊涂啊你！你们才糊涂吧？我哪舍得买凶杀人噻？那就是你亲自动手行的凶，也不对啊。你房间里那个陌生男子的呼噜声是我打的。那昨晚的闷雷都是我。那前几天的猪叫也是，那个不是我。我从小就爱打呼，但是这也不怪我，是我们祖上遗传下来的。我就是怕大家发现，所以我才戴着这个面罩睡觉的。哪晓得还是被发现了嘞！真是太震惊了，妙龄女子竟然酣春如雷。我就知道你要笑话我，你得意了。够了！哎，你们玩挺高兴啊啊！你们都把我当大傻子呢是吧？啊，一个夜盲症，一个夜游症，还有一个打呼噜不算毛病啊！真把自己这儿当康复中心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找不到真凶，谁都别想离开。什么情况？怎么门口躺着一人啊？啊，这位也是李宅的？不是，在下万里楼郭东篱，李宅租屋客。李宅发生了命案，本官正在审案。命案？李宅能发生命案？这都第20集了，李宅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学生都见怪不怪了。估计是编剧没有梗了，直接把人写死。别瞎吐槽了，戏份够了是吧？再不好好演戏，下集再给你写死。说什么呢？啊？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哎呀，此事与在下无关呐！在下昨天夜里一直在万里楼加班，刚刚才回来。万里楼的众人都可以替我作证。不可能，本官昨夜正在万里楼喝酒，为什么没有见过你啊？我也没见过你啊。我昨天夜里一直在雅阁照顾客人来着。我就在大堂啊。我在雅阁呀。我就在大堂啊。哦，雅阁有低消呢。啊，门口那位郎君昨夜也在万里楼喝酒。你能确定？确定吧？有必要再确认吗？非常有必要。只要是有凶案发生的地方，一定会留下痕迹。来，你再仔细看看。这下可以确定了。你有什么线索？有，我记得他是一个人来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匆匆忙忙就走了。还有呢？没了。没有了？没有。那不行，此案不可在我手里成为悬案，一定还有我什么遗漏的细节。此人脚长9寸，身长5尺1，还有不对，我身高6尺。你不可能有6尺，他没我高啊！你扮过鬼，你去跟他说鬼话。你说的才是鬼话，我扮的是鬼，他是真鬼，我才不敢跟他说话呢。大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杀的你找谁去？哎，流浪师兄。哈哈，果然还是流浪！我从一开始我就蒙对了。你谁呀？我是你万阳的师弟啊，师兄。哦，你居然还残害同门，罪加一等！人面兽心。我没死。不可能！本官拆探过你的鼻息。说来惭愧了哈，
我不小心错点了自己的穴位，导致闭气假死。你是没死？没死啊？是啊。你是流浪的师弟，下山来做任务的。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就是因为多看了一个蒙面人一眼，我就被他一路追杀，最后我就逃到了李宅的屋顶，我就先干掉了他一个头。所以是你把我打晕的？抱歉哈。接着说。我刚一站稳，我又被他一个同伴给绊倒了。我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人本不敌我，谁知道那个埋伏的人，也就是师兄你，递给蒙面人一根绳索作为凶器。我说过了，我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就想点那个蒙面人死穴，但是我不小心点到了自己的闭气穴，他们多半以为我死了，便把我从房顶上扔下去。你咋那么欠？你咋那么欠呢？你睡着了还给人递绳索？你这头上的伤怎么回事？就是从屋顶上掉下来摔的？啊，正是啊。你瞅人家一眼，人家就要追杀你？对啊，那人杀我的时候还在我耳边说：“你再找我眼试试。”我想我们唐人怎么能服软？瞅你咋地？不让我瞅一眼吗？我瞅他10眼有样。那你也不冤，你跟人家杠什么呀？哎，那以后不干了呢。看，真相大白，我没杀人。师兄，我实在太饿了，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聊？行，今儿去万里楼，我请客。哎，你哪来的钱啊？你管我？没听错吧？我这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偷了我的钱？你们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哎，行，带你一个呗，走，一块去。我是差那口吃的吗？我。哎，人都没死，这个命案也不成立。你这么应该去查一下那个蒙面人到底是哪个。啊，谢娘子言之有理，告辞。现在不良人这一行也这么卷呢。也是没有想到，大家在一个屋檐下也住了蛮久了，没有想到每个人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无伤大雅啊！我阿娘说过，分享过秘密，才能走得更近。阿娘说的对。这样，今天我们就就着这个火锅，把我们的秘密都一口气吞到肚子里，以后哪个都不许再提。同意。等会儿，我怎么感觉我加个班错过好多啊？啊，你们不如先分享一下，再吞下去。吃饭。来。哎，这就是我最后一顿饭了。吃完这顿饭，我就要去衙门投案自首了。我再也不豪横了。你说，别人就是瞅了我一眼，又不是真跟我有仇。我也没想到，我就学这么一点三脚猫功夫，就把别人给弄死了。我也愁啊。追你的人是他吗？蒙着面，不知道啊。大哥，昨晚杀我的人是你吗？你谁呀？敢蒙我脸？再蒙一个试试。是了。哎呀，那是无心之事。大哥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现在可以不用跟他解释，但是你必须要跟我回去解释解释。哎呀，不良人真的卷呐！啊，这效率，破案率肯定高啊。走，哎，你谁啊？我就跟你走。吾乃长乐城北园西坊不良人第一人。你是敌人，我是谁呀？榜样。这不是阿巧娘遇到了阿巧爷？哎，巧碰巧了。哎，起开！瞎猫碰上死耗子了，就你小子呀！趁着本帅喝多的时候，拿走了我的佩刀和令牌，得亏衙门刀多呀。师傅，这事儿可不能声张啊，低调。带走。
榜样，你听我说啊，榜样，我就是太崇拜你了，才借了你的这个佩刀和令牌用一用啊。我梦想就是成为像你这样的不良人，但是咱们衙门的考核我一直没通过，抱歉抱歉啊。如果盗窃有用的话，要不良人干什么？带走！慢着，把他一起带走，就算我带罪立功了，好不好？都带走，都带走。那这今年的考核就算我通过了啊，就一定算我通过了，我通过了，我通过了，我通过了啊。狄仁，你的破案宝典。不，是你的破案宝典。哎呦，你看看啊，真的卷，假的也卷，自己被抓走还带走一个。来，吃个羊肉卷。好。真是没想到它是个假的呀！哎，师弟，哎，最后那个眨眼是怎么回事？大概是某种职业习惯吧。非得说这包袱是吧？对不起，您上次来。到这儿好，1、2、3。想约会，小暧昧，盼望成双对。有缘人会是谁？我敞开心扉。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背，生活有太多不省心，从不逃避颓废，风风火火面对，败了再拼一回，压力焦虑太大，难免有一些迷惑行为。给我个勇敢自由追求恋爱的机会，累卷若太累，那就歇歇，别害怕掉队，不摆烂不虚伪，命运自己支配，决定了就不会后悔，再多挑战都奉陪。梦想从来都不能作废，把迷茫的心情都当作成长，用欢笑去面对所有的荒唐。